幻兽战苍穹，芳华现绝境。当百兽之王的对手接连倒下，当怪物军团席卷整座岛屿，谁将成为和之国的守护神？谁又能穿越残酷火海，坚信海贼王双翼而战斗到底？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苦等2周的海贼王1020话，罗宾 vs 黑色玛利亚已经更新，继续来看这场大决战。鬼岛之巅，父女间的对决已经白热化。凯多看着大河身上燃烧的烈焰，战火沸腾，拳拳果实幻兽种，大口真神。如此贵重的神兽，本该成为和之国的守护神。凯多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大费周章得到的力量，却会被一个自称玉田的人吃掉。但他精心构筑的战争宏图，绝不容许丝毫败笔。所以我说过了，自己必须守护和之国，因为我就是守护神。大河的倔强再次激怒凯多，魔龙抬手一挥，霸王闪电掠过夜空，裹挟着狂暴怪力轰向眼前大河。不自量力的小鬼就用力量来矫正错误，大河被重重击飞，砸入山壁。你可别误会了，你是为了掀翻大蛇暴政而安排的角色。这个国家是武器工厂，那些工匠应该全部由你来支配。想要发动世界最顶级的战争，武器与力量都不可或缺。凯多苦心经营了20多年，将这个国家彻底征服，却还是没有能折服自己的女儿。不，我要把武士们和这个国家从束缚中解放出来，让和之国开国，向整个世界都敞开大门。只见大河深吸一口气，将无限神力凝聚于气息之间，将那自由之志化作一身倾吐宣泄而出。狂放不羁的烈焰风暴轰向凯多，这一记无视冰牙，用炽热点亮黑夜，煅烧心灵的温度，让人想起了20年前的那口油锅。光月玉田临行前最后的呐喊言犹在耳，开国想都别想！愤怒的凯多喷出热息，2股火焰猛烈对轰，交织成热浪螺旋，分裂出无数流星飞火，散落在苍茫大地之上。一轮激战下来，凯多的耐心也被消磨得差不多了。我绝不允许！大河明白，真正的二战才刚刚开始。另外一边的宅邸3楼油库内，紧张的战场气息却平缓下来。那几个罗宾做梦都想见到的人，此刻就站在他的眼前。满头银发，一生都没来得及给予罗宾爱与温柔的母亲尼可·奥尔维亚，接纳罗宾，指引他走向考古学之路的恩师克罗巴博士，以及那个舍生忘死，用笑容给予罗宾生存勇气的伙伴哈古瓦尔蒂·萨乌罗。相遇的喜悦已经盖过一切，儿时落下的遗憾，未曾触及的温暖，哪怕是一场虚幻，也值得亲自尝试。你长大了啊，罗宾！罗宾含着泪光向至亲们奔赴而去，然而布鲁克却大声劝阻。别被迷惑了，罗宾小姐。说的没错，很遗憾。3本树，浅冲水仙，猎人与猎物瞬间反转。罗宾发动花花果实之力，平地而起的3枚巨掌毫不留情地给予这至亲之人3记重重耳光。名为幻物的能力，随着被击垮的3人露出真正的面目。猪鼻蛇史迈尔能力者扮成奥尔维亚，蛮霸者之一的9忍扮成了巨人萨乌罗，白蛇史迈尔能力者扮成了克洛巴博士。他们都是黑色玛利亚的手下。这个温柔而致命的陷阱，自然也是古兰珠的杰作。你没中幻术啊，好歹跟我说一声呢，罗宾小姐。玩弄别人的记忆，真是太过分了。罗宾和布鲁克且战且退，油库内大批手下穷追不舍。黑色玛利亚似乎有将对手记忆转化为幻觉的能力，却没想到这2个人，一个是没有眼睛的骷髅，另一个是冷酷腹黑的副社长，根本不起作用。黑色玛利亚再次化身巨型狼蛛，朝着2人汹涌扑来。罗宾好奇地问布鲁克，为什么不会受到这种幻觉的影响？布鲁克的回答令人心酸又心疼。他被困在恐怖三角地带迷雾的50年中，一直做着伙伴全灭的噩梦，每一天都能看到幻觉，早就对这种小伎俩免疫了。罗宾温婉一笑，他和布鲁克的境遇是如此相似。这一路走来的艰辛，仿佛就是为了今天而准备的试炼。但所有创伤化作铠甲，他们的坚定远超想象，但对手也绝不会轻易放走他们。黑色玛利亚舞动火焰残杖，杀向逃跑2人组，一记正秀轮入道。巨人怪力加持下的炼狱鬼火，每一击都凶险恶毒，几乎将整座长廊碾压殆尽。长杖上的鬼面嗤笑着，原来他也是黑色玛利亚的手下，吃下8颗犬斯迈尔果实的能力者。诡异的喷火攻击十分棘手，黑色玛利亚吐出蛛丝，粘住前方屋顶，一跃而上，截住罗宾与布鲁克。你是想说不要相信幻觉是吗？但是你们不也正在做着白日梦吗？竟然以为能战胜凯多大人！罗宾和布鲁克大惊。只见轮入道长杖剧烈挥舞，烈焰螺旋喷薄而出，将整片火海倾泻在长廊之上，剥夺对手的立足点。危急时刻，罗宾跳向半空，右手抓住布鲁克，左手变化出10日轴网，同样吸附在天花板上。双方就在这火海之上对峙。你这样做只会让城中的火势加重。多谢关心，那我可要快点把你抓住才行了，尼可·罗宾。对手那奇怪的武器就是制造火海的关键，但他如果是活物的话，也许就有办法对付了。布鲁克请求罗宾暂时将他抱住。一缕幽魂随即从身体脱离，
阴冷幽魂从天而降，扑向火海中心的鬼面，沦入到金刹间，刺骨寒意透体而过，一记魂魄幽寒瞬间将其冻结。很快，一头瘦小怪物从长杖上缓缓跌落，眼看自己的得力助手被击败，黑色玛利亚将全部愤怒挥向屋顶，将罗宾的花网击碎。尼可罗宾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不管你怎么想，你现在已经被同伴出卖了。黑族竟然在我面前专门把你叫了过来。眼看罗宾就要被火海吞噬，布鲁克灵魂归位，再次出手，魂之善剑牵引九泉寒气，一记冰霜之路，在熊熊烈焰中展出一条安全通途。罗宾翩然落地，直面眼前的巨型狼蛛。世界上的大人物们早已盯上了你，对于草帽一伙而言，你不过是个拖油瓶，所以才大声把你叫过来送死。罗宾脑海中不禁想起了三字那声撕心裂肺而又十分可爱的呼救声。他没有回答，但黑色玛利亚依然喋喋不休。黑族在这个岛上也算个强者，他的悬赏金在你们之中排第2是吧？你们一伙的实力我可是很了解的。布鲁克笑了起来。那时候三智发现自己赏金比索隆高时，可是超级兴奋的。不过现在应该好好教育一下眼前这个不懂伙伴的怪物了。罗宾小姐，这女人就交给你对付了，如何？多谢，就这么办吧。其他的百鬼夜行就交给我好了，虽然我很怕怪物呢。布鲁克转身拔剑，直面身后的妖怪大军。黑色玛利亚眼看罗宾并不接话，自以为戳到了他的痛处，但很快得到了罗宾坚定的回答：不，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三智愿意依赖我，这其中的意义你没有明白的必要。他可是海贼王之翼的不二人选。巨花芙蓉。黑色玛利亚只觉得无数花瓣掠过眼前，恶魔之子轻抬双手，屹立于群芳中心，飞花乱舞，卷起无数缤纷，在身后汇聚成巨大人像，合手低眉，曼妙无双，如同待放的少女难以抵御的魅力，沁人心脾又危险重重。黑色玛利亚自是迷倒无数男人，却也大吃一惊。香艳对决即将打响。此时的长影港岸边，桃之助和小忍遇到了刚刚登陆的路飞和红星海贼团，一行人又回到了出征鬼岛的起点。重伤的路飞已经吃光了潜艇内的所有补给，却还是远远不够。这个残破的港口，除了废墟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路飞瘫倒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罗的伙伴们也束手无策。桃之助向路飞说出了自己被凯多追杀，从鬼岛掉下的经过。一提到倒在自己面前的警卫们和小菊，不禁痛哭流涕。虚弱的路飞突然责骂起来：“这些以后再说，我不是一直跟你说了吗？你是我方大将，战斗还没有结束，不要扭扭捏捏的。要是不把凯多揍飞，一切都不会结束。”桃之助鼓起勇气，尽力将眼泪挤回去。整个港口都回荡着路飞对肉的呐喊。黑暗中，一个人影正在窥视着他们，正在躲避追捕的卡里布，此刻也是焦急万分。在帮助路飞他们镇压监狱后，他也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的结果。如果路飞他们赢不了凯多和百兽海贼团，那这个国家将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他也别想离开这里了。桃子，再一次帮我送上去，变成龙，然后飞上去。路飞缓缓抬起右臂，指向正在飞往花之都的鬼岛。反击的第一步开始了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20话的主要内容啦。本话终于揭开谜底，正式公布了大河的果实能力，与想要为和之国而战的大河莫名契合，就像是命中注定的守护神一般。这颗幻兽种果实也展现出了不逊色于凯多的战斗力。当然，大河是不可能打败凯多的，还得路飞回来。本话中又引出了半新角色卡里布，沼泽果实能力者，有轻微的洗白倾向。比较好奇的是，他接下来会发挥什么作用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脑洞。我是周二本，下一期我们来分析1020话的伏笔与细节。Respect。